贵阳啊出事儿了。前天的时候啊，有人给我爆料说，王局啊，你赶紧关心一下贵阳的疫情吧，有人吃不上饭了，饿肚子了，都快饿死了。我一开始还不相信，然后打开这个爆料的邮件一看啊，果然那邮件里头啊，他给我发来的是一个青联委员在青联的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这个青联委员名字叫赵曼一，他是贵阳啊妇幼保健院的一名工作人员。9月2号这一天呢，他带领他们医院的100名工作人员呢，进驻贵阳一个叫花果园的社区，在这里头呢采集核酸。按道理来讲呢，他们进入到这个社区以后，当地的居委会给他们配送食物，他们其实就最简单。但是呢，当地的居委会没给他们配送，他们所有吃的呢都得他们医院运过去。但是他们医院的疫情期间，由于病人啊也比较多，同时呢，由于疫情的原因，物资也比较紧缺，就没有办法给这100个人配餐。于是啊，他和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就饿了肚子，他就在青联委员的微信群里求助，说求助一下其他的委员呢，能不能给他们筹集一点干粮和卫生用品。干粮这个词啊，当时我看的时候啊，心里一紧。为什么呢？什么是干粮？干粮就是主食，馒头啊、包子啊，就是这些东西，他都没有要求，比如说有菜、有便当什么之类的。那看来是真的是饿了。于是呢，我就赶紧上微博去搜一下，贵阳食物短缺。一搜呢，先出来是什么新闻呢？是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啊，他们那个老虎、狮子、猴啊没吃的了。这队伍动物园就害怕了，赶紧求助，在网上求助，希望这个有关部门给他们这些猴们弄吃的。然后呢，一求助之后呢，解决了。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是现在我们答应有人给我们配送了，我们还能支持个3、4天。我们是担心，如果3、4天之后没有了的话，那这些动物没得吃的就很麻烦了。但是呢，底下的评论特别有意思，底下人就说，那猴有吃的了，那人呢？我们还不如猴呢。还不如这些大象呢，是吧？然后你再去看微博上其他的这些消息，比如说贵州发布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那些政府部门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底下几千条、几万条全是骂人的。底下大家老百姓都在说没有饭吃了，饿肚子了，你们睁开眼睛看一看吧。看来啊，是吧？贵州的情况啊，贵阳的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后来呢，我们就跟当地的一些人联系了一下，基本上搞清楚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就9月1号的时候啊，贵阳呢就发现了疫情。据说这疫情呢，最早是一个物流园里头传出去的，然后向周围来扩散。这物流园里头主要都是一些菜贩啊，还有一些水果摊啊什么之类的批发市场啊，有点像北京的新发地。于是呢，政府呢就把这个贵阳市所有的这些农贸市场啊、超市啊、便利店呢全部都关了，全是进入到静默管理，就是居家办公。然后跟这个物流园周边的这个开发区周边的这些社区就全部进行封锁了。那不是居家办公了，就是小区都不能出了，门都不能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小河区最中心的地方，我们把它叫做小河转盘。大家可以看一下，所有的道路都已经是被拦住的，车上街上一辆车都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从9月2号开始啊，有些人在9月2号那天清晨的时候就出去抢购了一些东西到超市。那么有些人没反应过来就没抢购，有些人是听信政府的号召，认为当时政府也说了不用抢，就在家等着呢。那政府把这些社区封锁了之后啊，那么他其实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我刚才讲了，超市啊、便利店都关了嘛，但他提供了一条所谓的自己的线上平台购买的蔬菜。线上平台就是你可以抢菜啊、买菜呀、买粮食啊、买这些主食啊，但是不够，根本抢不到，很多人根本抢不到，可能很多人没有概念啊。就是贵阳市这次封锁的这个小区啊，叫花果园，这个小区啊。它可跟一般的小区不一样，它有50万人，50万人什么概念
50万人独立出去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了，你想想。但是在贵阳，它就是一个社区，这个社区是当年那个危城改造的时候啊，旧城改造的时候建的，每层楼都特别高，40、50层，然后上100栋这样的楼聚集在一起，人口的密度非常之大。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完成对它的食品供应，确实挑战比较大啊。那政府呢，就基本上关闭了其他你自己去解决这个方式的通道。比如说，你超市你是买不到了，你要外卖呢也不行了。为什么呢？首先是小区你进不来了，其次，当时这些社区里把这些特别高的楼的电梯都给关了。关电梯，你想想，40、50层楼，关电梯，你在楼上住，你还下得来吗？不可能了，对不对？下来了你就上不去了。你要知道，正常人如果爬40、50层楼啊，可能都够呛。如果你要是老人，你在腿脚有点不好的，根本不可能下来，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靠政府的那个买菜通道，但那个买菜通道完全满足不了这个超大型特区的食物供应问题，于是就带来了食物短缺。这食物短缺一旦呢一发生，很多人可不就饿肚子了吗？那还有些老人可能他根本不会用这些所谓的线上平台去购物，就只能在家干等着。所以我看到评论里有人说哪家哪户已经3天没有吃上饭了，甚至有人连水都喝不上了。那至于水喝不上是什么原因，咱们就不清楚了啊。但确实有很多人肯定是通过政府的这个途径，要么是抢不到，要么他是根本不会用，于是导致这种食物短缺，真的饿肚子了。所以说我发到业主群里面，可以啊，你可以发业主群里啊。你说慢，这个是针对我这边有名单，经过筛选，而且平时是支持工作的，不是跟物业对着干的。好了吗？而且就是说，确实是家里比较紧张的物资，没有物资的，紧缺的，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这种优先，没有了。要说啊，这个疫情啊，到现在已经都2年半了。这个发生过饿肚子的城市啊也不少，比如说最开始的武汉，再到今年年初的上海，对吧？那么武汉当时是没有经验，一封之后确实有很多人吃不上饭，对不对？上海呢，其实是因为什么呢？当时救助的物资没有人能够送到这个居民的家里面。其实不缺东西，是因为物流系统被政府给斩断了。其实贵阳这次也一样。我有一个粉丝给我发来一封信，他给我这么讲的，他说：“王局啊，我经历过上海的封城，也经历过武汉的封城，我知道只要封城一定会是这个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它切断了所有的这些物流环节之后，它自己的配送系统一定无法满足这么大一个城市的食品供应问题，所以它必定会带来食品短缺。”所以他跟我讲了，说他其实未雨绸缪，家里就储备了比较多的食物，因为他经历过当时的武汉的封城、上海的封城，他有经验。但毕竟有很多其他人没有经验呢，于是呢，听信了政府的号召，于是就遇到了这个食物短缺。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分析有道理。贵阳市这一次其实也不缺物资，有人给我发来的视频，那整辆的汽车里面全是蔬菜，一整汽车都没有卸下来。就在那车上烂掉。这个威宁蔬菜啊，宝光蔬菜拿来没得人收的，全部摆烂去了。你看拿来的时候新新鲜鲜的，这是烫水去了，一下烂去。摆几天了，没得人收的。但另外一方面呢，社区里头有没有菜？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物流系统完全被政府切断了，只能靠政府自己的配送系统。他为什么要切断这个物流系统？我猜啊，他贵阳市可能会担心这些物流系统的人，你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检疫，可能会带来新的传染。我干脆就是这样彻底静默，然后我斩断这个传染链。我通过1周或者是14天的时间把这个解决掉，但他就没有想到，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这么大一个社区，你就是3天供应不上食物，就有可能导致有人吃不上饭。
其实啊，我有点不太明白啊，因为上海这样的一个反向的例子，有些城市在进行封锁的时候也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比如说成都。成都咱们前两天咱评过啊，说地震的时候不让下楼，这确实是做的怎么非人道的啊。但是成都这次的封城啊，有一点我觉得跟上海比起来啊，它有进步。为什么呢？它不是彻彻底底的不让你出门，它规定的是每家每人可以出门2小时，出门2小时去购物、买药啊、看病，就是最基本的生活的这个需要。是让市民和市场中间自己来解决，比如说超市还开着，蔬菜还在供应，你市民你一家有一个人出去2个小时买菜，买这个食物是完全够了，甚至包括你如果生病你还可以。当然，成都现在的措施也在升级啊，比如说外卖系统现在被干掉了，前几天就是说你如果是不能去餐馆吃饭，但是点外卖还是可以的，现在外卖去掉了，但毕竟最基本的生活措施它还是保证的。但贵阳为什么不学成都，要学上海呢？要学武汉呢？其实啊，出现人道灾难这城市啊，不仅仅是贵阳啊，我看这网上其他城市也有。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大庆的小伙子煮了最后一包方便面，说煮完这一包之后就再也没有吃的了，他那脚崴了，也下不了楼，在家里头屋里面一个腿拄在凳子上，然后往前挪动。然后新疆我也见到过有人说没有饭吃，在饿肚子，跟社区打电话，社区不管。所以你看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过去疫情期间3年犯过的错误，不同的城市反复在同样发生。比如说武汉在犯过的错误，上海在重复；上海在经历过的错误，现在贵阳在重复。那么贵阳犯过的错误，大庆也正在重复。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在此起彼伏的这些错误过程中间，施政者没有吸取教训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政府官员的利益诉求跟普通百姓之间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对于普通百姓的利益诉求来说，他们认为你搞疫情防治也可以，你搞封城也可以，但是你要保证我们普通老百姓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别饿着，别饿死我们，对吧？这就是普通的百姓的利益诉求吧。或者说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再有点自由，这就皇恩浩荡了，要求不高。但是对于政府官员呢，他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阳性的这个数字啊，别再给我增加了，这是他最大的利益诉求。至于你老百姓饿不饿肚子，跟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在评论成都那事件的时候，有人给我发来评论说，他说王局啊，你还没想清楚这个问题吗？这地震砸死人，这属于天灾，但是如果要是疫情失控了，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他就属于失责，他的乌纱帽不保。其实对于贵阳这些官员也是一样的，老百姓说白了，你饿死了，咱不说饿死这么极端吧，你饿肚子了这件事情啊，充其量说白了只是我政策执行中间的问题，我要解决。所以你看贵阳市政府现在也出来说了，承认错误了，道歉了，对不对？我让你们饿肚子了，对吧？态度已经很诚恳了吧？我在执行政策中间存在问题，但是对他来说，不可逾越的红线是什么？就是这个阳性的数字不能再增长了。如果增长的话，他乌纱帽不保，他为了保住他的乌纱帽，他不惜让你饿肚子。这就是你看两者之间的利益不匹配。那么老百姓的利益就是说，你要保证我的基本生活嘛。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我就是阳性数字不能增加，所以你必须给我待在家里。这就跟我们古代对那些妇女要求一样嘛，失节事小，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吧？你就是你丈夫死了，你为了守住贞洁，你不能重新再嫁了，这就叫守节嘛。现在贵阳市的政府部门就是把普通的老百姓都当作古代的那些丧夫守寡的那些寡妇在要求，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许出去，也不许乱动。然后呢，你要是饿死的话，我就给你上贞节牌坊。但你饿不死的话，你就变成了模范这个寡妇，就是这个意思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没有一个纠错机制。按说政府部门，如果你要是决策错误了，有一个纠错机制的话，
其实也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误。我们经常说，人不可能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是吧？引申过来，当然是哲学上那个含义。我们普通人就说，你不至于老犯同样的错误，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会犯同样的错误？是因为他用同样的逻辑去施政的过程中间，没有人拉他们一把。贵阳市的老百姓有本事说跟政府说你错了，你必须给我改吗？他们没这个能力，他们只能呼吁说求求你们给我们送点饭吧，他只能这样，但他从来没有这个能力说必须给我停，是吧？你要再这么搞，我们不答应。普通的老百姓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就是第3点。我们面对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只能依靠政府官员自己的道德良心。如果政府官员的道德良心高一些的话，他不忍心看着老百姓饿肚子，他不忍心看到有些人饿死，他可能会调整自己的政策。如果对他来说，这老百姓饿死也无所谓，他道德水平比较低，那么那老百姓就会饿肚子，就是这么简单。我原先跟我一个朋友曾经聊过天儿，说过老毛啊，为什么搞大跃进会饿死几千万人，是吧？对方跟我说，他说其实老毛按说他也不会想饿死这么多人，他也没坏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不在意，他不在意这几千万人被饿死，这几千万人饿死对他来说就是个数字。其实对于那些出现饿肚子的那些城市的市政者来说，他们的心里我猜跟当年的老毛一样，他们内心或许不希望这些老百姓饿肚子，但是他们不在意，跟他们的乌纱帽比起来他不在意，你们饿肚子对他来说没那么重要，所以你们就忍着吧，我能解决你们就能吃上饭，我不能解决你们就给我忍着，当然你要不服的话我还会收拾你。这就是今天贵阳市老百姓面对的社会现实。我不知道那个赵曼一委员啊，现在饿肚子的问题，那干粮啊找到没有？我也不知道那几十楼啊，那3天没有吃得上饭的那些老人呐，现在有没有吃得上？我也不知道那些不听话的那些贵阳市的市民们啊，有没有拿到自己的蔬菜和粮食？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说。尽管很多人说，王局说你说这东西有用吗？第一，境内的人有几个人能看到？第二，就算你看到了，施政者会改变吗？而我想说的是，不管有没有用，不管他们现在看到看不到，我都要说。为什么？我说下来，最起码把它变成了历史，让我们大家不会忘记这一段经历。境内的这些老百姓，不管是贵阳的也好，上海的也好，武汉的也好，每一个人的这个遭遇都不应该被忘记，他们应该被历史永远记住。中秋节我都会吃到月饼，为什么今天疫情就发生了一个中秋节，但可是有没有吃到月饼哦？疫情因为封掉了，我们买不了月饼。要不然我们用葱油饼代替月饼吧。那好吧，葱油饼非常难吃吗？